龍魂，南夢宮出品的一款纵向飞行射击游戏，從街机端移植而来。街机原版的发行时间是在1987年，早在1983年，南夢宮就曾经推出過旗舰级的经典飞行射擊游戏《鐵板陣》。这部作品后来作為模板多次被借鑑。上世紀80年代，飛行射擊遊戲類型的發展相當迅速，從80年代早期到中後期，這類遊戲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這款《龍魂》也是南夢宮繼鐵板陣之後，時隔5年再次推出同類作品，在設計理念上與自家的經典一脈相承，同時又發展出很多新的要素。遊戲發布後受到了一致的好評。之前曾經在我的紅白機系列專題裡介紹過 FC 版的《龍魂：新的傳說》，由於主機的性能差異過大， FC 版進行了較大的改動，並在劇情上描述的是原版之後的故事。而今天介紹的這個 PCE 版，在各個方面都更加忠實於原版的內容。PCE 上的日版和美版分別由南夢宮和 NEC 發布。遠古時期，太陽神阿利亞和藍色聖龍將邪惡的暗之魔王扎維爾封印在了冰川深處，為世界帶來了和平。但太陽神的力量衰弱之後，扎維爾復活了。他選擇了米德加爾特王國的公主艾麗莎作為復活的祭品。在艾麗莎的生日當天，怪物們將公主擄走。王國的邊防軍統帥阿穆爾在太陽神阿利亞的指引下獲得了聖劍，憑借聖劍的力量化身為藍龍，向魔王發起挑戰。縱向滾動的畫面，街機原版3:4的畫面比例可以左右滾動，家用機版的畫面左右方向上是固定的。基本的操作類似於鐵板陣，兩個按鍵分別對應了對空的火焰彈和對地的炸彈，用於應付空中和地面的敵人。巨龍有生命值的設定， PCE 版在畫面的右下方有3格血量，血量耗盡損失1條生命，損失生命後從關卡裡的檢查點繼續。最常見的升級道具有2種，擊中紅色的彈獲得火力升級，每收集3個，攻擊威力上升1級，可以多段提升。收集的數量顯示在畫面的右下方，擊中藍色的彈，獲得的道具增加1個龍頭，身體也會隨之變大。增加的龍頭可以發射子彈，最多長出3個龍頭。如果被敵人擊中，龍頭的數量和攻擊力都會退化。實際上，在遊玩的過程當中，有時候並不是火力越強越好，場景裡有不少空間狹小的區域，或者是敵方密集的火力，隨着龍頭的增加，體積變大。在有限的空間裡，巨龍的移動速度緩慢，連扇動的翅膀也在傷害判定的範圍之內，巨大的身體就變成了敵方的活靶子。所以最佳的選擇通常是在火力和身體之間做好平衡。主角損失的血量是没法恢復的，但生命值有機會增加。收集紅色的愛心，畫面底部會多出1個龍蛋，繼續收集愛心，龍蛋孵化，累積3個愛心增加1條生命。此外，擊敗閃爍的敵人還有其他種類的道具。火焰吐息，獲得之後身體變成綠色，發射穿透力極強的巨大火焰，是普通攻擊威力的8倍，能瞬間擊殺 BOSS， 但攻擊間隔時間較長，容易被連續出現的較弱的多個敵人攻擊。字母 W 的寬距射擊，獲得後身體變成白色，火焰沿對角線左右兩側蔓延，能擴大攻擊的範圍。追蹤彈，獲得後身体變為金色，同時發射10幾個追蹤火焰攻擊敵人，但這種武器使用有時間的限制，很快就會消失。帶有字母 S 的道具，变成只有1個龍頭的小龍，雖然火力相對較弱，但身體變小，減少了傷害判定的面積，是很實用的道具。地震道具，一段時間內發生地震，對陸地上的敵人持續造成傷害。其他的還有短暫無敵和分數道具等等。PCE 版總共有8個關卡，受容量的限制，刪除掉了原版裡的2個關卡。第一關的主題是古生物帶，由海洋和喀斯特地貌組成的區域 ，BOSS 是蛇頸龍。第二關火山，有流動的熔岩和多個間歇噴發的火山 ，BOSS 是熔岩鳳凰。第三關密林，茂密的原始森林，躲在沼澤裡的怪物不好對付，還有蔓延的藤蔓無法消滅，只能躲開。BOSS 是巨大的叢林植物。第四關沙漠，前半部分是沙漠的場景，後半部分是散落着骸骨的峽谷。BOSS 是死亡守護者。第五關洞窟，洞穴裡的牆壁會移動，需要躲避，不但攻擊會被阻擋，也大大的限制了飞龙的移動範圍。BOSS 是巨大蜘蛛。第六關冰川，
布滿伏兵的海域，突破被冰牆阻擋去路的冰川，進入開闊的海洋地帶。BOSS 是叫做古比拉的巨龍。第7關和第8關對應原版的最後一關黑暗城堡，前半部分遍布牆壁和陷阱，有多條岔路，牆壁會限制活動的範圍，但觸碰並不會造成傷害。BOSS 是九頭蛇，後半部分仍然在城堡內，雖然也有牆壁等障礙，但相對開闊。最終 BOSS 面對魔王扎維爾。這款飛行射擊遊戲憑借着扎實的關卡設計，當年看來高質量的音畫水準而廣受好評。PCE 的移植版除了刪除了關卡，也去掉了開場動畫，畫面的細節略有改動，不過整體上還是很好的呈現了原版的內容。百米通給這個版本打了32分，黃金殿堂的成績，是 PCE 上一款相當不錯的作品。